下面欢迎馆长进行捐赠致辞。我就简单说几句吧。其实我年少的时候不喜欢古董，那些冷冰冰的器物，在我看来，现在我把它捐给博物馆，应该没有辜负那个人的嘱托吧。好好爱护这个罐子。馆长好，馆长好。哎，慢点儿，当心些。好的。难得有空，去街上转转吧。欢迎光临。雅舍，这名字有意思。是馆长啊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怎么会？跟我20年前见到的一模一样。馆长说的可能是家父吧？对不住，是我糊涂了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多年都不变样的？不过你们父子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那令尊，家父正在国外旅行，短时间内大概回不来。那你这家店是新开的吧？以前没听说过。开了有一段时间了。雅舍，古物不能说话，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，无人倾听。倒是很像那个人会取的名字。这店生意可还好？家父常说，开古董店并非为了赚钱，和古董有缘的人迟早会出现。没错了，他当初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说起来，当年与你父亲一别，也已经20多年了。的确，他也变老了。你手里的，莫非是越窑的青瓷枕？灰胎细腻坚质，青釉晶莹滋润，叶脉纹如玉似冰，是5代时期的秘色瓷。不愧是那个人的店，到处是国宝级的古董啊！馆长，喝杯茶吧。谢谢。这是你居然用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喝茶？不过是个杯子而已。不，它不只是个杯子。你知道什么？这个杯子在成型的瞬间就凝结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，在它的身上还延续着一个时代的风华和生命。对，它是有生命的。是的，他们是有生命的。你能领会这一点，很不错。这个是宋青白釉瓷盘，还有明宣德年间的祭红盘。这……馆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关店了。小子，你店里这些古董不应该放在这阴暗的地方落灰，他们应该在博物馆里被世人观赏，让人们知道我们祖先的文明有多么瑰丽呀！你就应该把它们都捐给国家，这才是古董最终的归宿。你要是不肯捐，就折合一下市值，我去申请文物基金。我自己也有一些积蓄。对不起，没兴趣。馆长，请回吧。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很多古董是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？只要我……馆长，请回。我还会再来的。对了，最近是不是有个拄着拐杖的大叔老在你这儿晃悠啊？你见过他？他在店外追着我问有没有在这里买东西，还有关于这个店的事情。好奇怪的大叔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搞墓地勘探的时候认识的。那上次你借我的那个瓷枕，当然也是从墓里出土的啊，不然你觉得是哪来的？出土？那就是说，那瓷枕本来是给死人睡的，死人用过的。再见，谢谢啦。小伙子，你手里的东西是从这家店买的吧？是。多少钱？转给我吧，我出2倍。5万？50。这里有10万，你拿去，这东西就卖给我了。等等，老板他……
馆长今天好像很开心呐。嘿嘿，真是又在哪里啊淘到了宝贝？肯定是。我守株待兔好几天，今天终于得手了。那个小老板真不好对付，我找人装作客人买东西，他说什么也不买。哎，这是青铜剑，湖北出土的那把玉王剑和这把非常相似。难道说，这也是5把玉王剑里的其中1把吗？从分析数据看，这把剑就是2000多年前造的，老板居然50块钱就卖了。哎呦，还挺锋利的。对了，哎，等等，老板卖我东西的时候嘱咐过，一定不能让它沾上人血。青铜剑的收藏保养那么复杂，那家伙就只叮嘱了这一句，要赶紧擦干净。今天啊，先把你安置在这里，明天找老王他们一起鉴定。等确认后，再对外公布吧。不过，这把剑是怎么得来的，我倒要想想怎么说。那人的古董店是绝不能暴露的，激怒了他，弄不好会直接关店走人。到时候那满店的古董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现世了。对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把雅舍里的宝贝一件件的全接到博物馆里。这些前人传下来的宝贝，真是坏一个就少一个了。啊，老伙计，我又来看你了。这么漂亮的元青花，就算那天在墓中为保住他伤了腿，从此行动不便，我也不后悔呀。唉，以后看你都得隔着这层玻璃罩子喽。不过你们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，不像雅舍让古董在角落里落灰，还随便拿来用。老伙计，你要好好的。怎么还在流血？哎呀，得赶紧清理下，不然他们明天上班还不得吓坏了。这手印要是留到明天，估计谣传的博物馆7大怪谈就变成8大怪谈了。哎，怎么擦不掉？这血手印在里面，怎么可能？